它这个刹车已经向市场妥协了。它前段 ABS 介入呢是比较早的，所以说给的制动力不是很强，因为它怕刹翻嘛。但后段的制动力呢，它要给的稍微多一点，15码以下的时候，它会偶尔会翘尾的。所以说大部分时间60到15的时候，它制动力是它的为了保守用的。只有20以内，它制动力给的比较强一点，因为是 ABS 控制它卡钳的制动力的。在性能模式下，我测出60到0的刹车距离是 15.2 米，而标准模式下测出来的是 16.1 米。只要你任何速度下你用力点的话，你明显感觉到 ABS 就介入了。相比我之前测的那台经销商的试驾车，这台呢明显是向市场妥协了。之前我试的那台一点的话，它制动力马上就来了。这个你一点的话，它第一的反应会 ABS 会介入，会弹一下手的。所以说还是向市场妥协了，为了安全吧。这台呢，车主在上2个星期，他已经升级过程序了。具体功能是升级的什么呢？首先，它更加平顺了。你拧油门的时候、收油门的时候，它中间的顿挫或者是动力衔接的话，会更加平顺一些。但是运动模式呢，还是有些突兀的。可能这台车的定位是偏向于暴躁嘛，平顺性能的偏向没有那么多。我们看一下这台车的发动机的结构的位置，它是比较靠前轮的，而且排气管又是中置的，而且手把也比较低，轴距呢比较短，导致呢它的后轮的重量分配的就比较少，所以说是比较容易翘尾的，翘头呢是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它这个刹车的 ABS 调法呢，和之前我测的 KTM RC390 很像，也是速度降到20以内它会翘尾。RC390 呢，我测出来60到0的刹车最好成绩是 16.4 米，而凯越450双2字台呢是 15.2 米，这样的成绩只能说中规中矩吧。性能模式下，速度25以上的时候 ，ABS 呢可以适当的少放一点卡钳的制动力，也就是说留在卡钳的压力可以更加多一些。因为我试过很多种刹车手法，有瞬间捏死的，还有刹车力度从小到大的捏，还有均匀的捏刹车。车辆的减速度不是很大的时候，就能感觉到 ABS 在介入，在顶你的刹车手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还没远远达到它的结构的极限，也就是翘尾的极限，可能还是为了安全吧。因为之前的刹车争议比较大，制动力呢给的太强，它很容易突破这台车的结构的极限，对新手来说呢是比较不友好的。所以 ABS 的逻辑调的保守呢，也算是一种向市场妥协吧。这个刹车成绩呢，也是属于中规中矩，不算好也不算差。我在想它能不能出一个侧排，手把呢再高一点，这样呢后轮的重心也能分配的更加多一点，前后重量的分配比呢也更加均衡一点。或者出一款街车吧，座椅低一点，手把高一点，钢制后平差，前轮单碟，把 ABS 调的激进一些，运动模式下动力调的平顺一些。现在这个运动模式就相当于越野模式了，在非铺装路面呢非常好用，动力随叫随到，这样弄出来一个街车舒适性比较好。虽然配置低一点，但是定价定到3万左右，很多人会选择这台4缸，而放弃同价位的双缸400-500排量的车型。